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1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75.13，收盘价是173.44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78.29。最低价是在168.44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915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2 倍量增。KD 值，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，那开口变小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减弱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快线也是要即将下穿零轴，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即将进入到空头趋势，也就是多头趋势即将结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蜻蜓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通常在下跌的行进中，并且在相对的低档的位置出现蜻蜓线，它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叫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对，那么在低档，如果说日后股价站上了这个蜻蜓线的最高，也就是178，那么将确认这个止跌信号，就是说成立。那日后股价呢，有可能会继续出现反弹。那么日后如果股价跌破了这个蜻蜓线的最低，例如这个168.44，那么股价后续将会持续下跌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在167。另外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止跌，收盘价会在174。那实际在3月10日收盘价是在173.44，当日是出现了止跌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日后只有股价的收盘价站上这个蜻蜓线的最高，也就是178，才能够确认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反弹，也就是上行。那对于3月13日股价如果出现反弹，那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185，185是3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股价日后收盘价只有站上185呢，那么才会出现继续向上的反弹。对，也就是说站上了185，我们会看到它首先要站上这个5日均线值，还有这个蜻蜓线的最高。那一旦站上这两个位置那我们说股价将会确认这个止跌，将会出现反弹。好，那么如果站上了185呢，我们说这样一个反弹的走势将会出现。那接下来如果继续反弹向上，第二个目标就是200关口。那要站上200关口的目的呢，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头低
底底低，或者在这个地方头低底底低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。也就是站上200关口会瓦解这个空头趋势。当然，我们会看到，在到达200关口之前啊，各条均线值将会是压力。好，那如果站上200关口呢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站上211。那如果能够站上211，也就是2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呢，那股价将会重新建立多头趋势。那目标上方当然是217，然后建立一波新的上涨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3个目标：185、200和211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62，是1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是从1月31日一直到2月16日这一波上涨的起涨 K 线的最低，并且呢，这根 K 线还是之前上涨回后再上涨的一个起始 K 线的最低。所以目前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要跌破162来瓦解这个支撑。对，好，那么当然在到达162之前啊，我们说从前低3月10日的最低是在168.44，一直到162这个区域啊，都将是强支撑。好，那股价一旦说突破了这个强支撑，跌破了162之后呢，我们说股价将会进入深度的回档。这个深度的回档，我们是基于从1月6日这一波涨幅来说的。那一旦跌破了162，实际上也就跌破了这一波涨幅的50%的成本线。通常50%的成本线它是强支撑。所以一旦跌破162，股价一定会进入深度的回档。那如果进入深度的回档，接下来还有一个目标就是138。那它是目标，同时它也是股价如果继续下行的一个支撑位。所以第二个目标是138。那在到达138之前，缺口将是支撑。那一旦138这个水平线被跌破呢，那我们说这样一波上涨的多头趋势将彻底会被瓦解。因为从138再到101这个区域，它的支撑应该是很小的。所以一旦股价日后跌破138呢，那很有可能就是会测试101这个前低。当然，这也是它下行的第3个目标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3个目标，一个是162，然后是138，接下来前低是101.81。好，那么对于3月13日。在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个点，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168.44，我们调整一下这水平线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点？如果股价在盘中在168.44上方运行啊，我们说股价将会建立一个叫做小的反弹，来确认这个止跌。对，止跌的可能性将会非常大。但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168的下方运行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后续呢继续下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也就是3月13日继续出现一根蜻蜓线，一个低位的蜻蜓线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68的上方。这个我们稍后会在预测的信息当中会给出。好，所以在3月13日盘中，我们关注168.44。
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没有技术上的进场做多的进场点，或者是抢反弹的进场点。我们说这根 K 线是不可以抢反弹的。虽然它抱有大的成交量，然后呢，又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但是它是一个红 K， 并且呢，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多条叫做均线，我们会看到是排列整齐，那很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继续出现一根下跌的 K 线，所以在这个蜻蜓线的收盘是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当然，不可以进场抢反弹，目前也没有做多的进场位。好，这是对于多头来说的。那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建议。那对于空头，在3月13日，在178前高这个位置，可能会有空头建仓或者是继续加仓。因为股价如果反弹到蜻蜓线的最高啊，那空头一定是不可以让它去站上这个位置的。所以在178，这是有空头建仓或者继续加仓。那在这个地方，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在这个地方，所以空头是也要守5均的。对，那么这个地方建仓或者加仓，它的目标位就是162和154，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上沿。那它的回补位，我们说无论有之前建仓的空头，还是在这个地方的建仓的空头，那它的回补位呢，应该是在185。所以我们说，如果多头的力量能够推动股价反弹，站上185呢，将会瓦解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空头的这样一个强势的这么一个力量，对，而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反弹。好，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讨论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13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178，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77到178之间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是185到188，188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185是3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第二个压力区间是从185到188。第三个压力位是在195，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168，然后第二个支撑是162，第三个支撑是154，或者我们可以给出区间，就是154到146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3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。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都是横盘，一个是横盘向下。横盘向下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3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65，收盘会收在171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73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横盘向下。那这个横盘向下的走势呢，我们认为会继续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蜻蜓线，和3月10日一样，只不过是位置相对低一些。对，
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还有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上。如果出现横盘向上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下方会到达170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78.5，收盘价会收在176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上。所以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和向下，也就是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和最低的范围之内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1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